本期视频带大家看一下在日本的一些生活和回国之后在美食上面的一个反差，还有这个幸福指数的一个反差。大家现在屏幕里面看到的就是平时笑嘻嘻的我在自己的出租屋里面自己做饭的一个场景。因为家里是电磁炉，所以说他做饭非常的慢实际上是挺折磨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可能在日本有些食材比国内贵一点，所以平时做饭也会比较简单，可能就炒一个简单的家常菜这样子比如说胡萝卜炒肉土豆丝炒肉等等，类似于这种特别简单的这种家常小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平时在外面吃那种比较便宜的餐饮店比如说松屋、吉野家还有十七家这3家。好的，给大家看一下大概长什么样子。一般都是牛肉盖饭基本上都是牛肉盖饭，还有就是炸鸡排主要是这2种，吃来吃去感觉没啥区别。当然有些时候也会去吃一下这个寿司但是我吃的比较少，因为日本的寿司并不便宜，基本上都是那些生鱼片什么等等，主要是刚来这边还没工作经济有压力，所以说吃的很少。然后就是和朋友一起吃过这种韩式料理，还有就是平时买的这种便当因为我口味比较重，所以说我平时吃这种咖喱和这种炸鸡排一般是3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就是穷流子的一个圣地麦当劳麦当劳吃一顿的话，便宜的只需要27、8块钱就能点到一个3件套一杯饮料1份薯条，还有一个汉堡这样的。感觉平时有点吃不太饱如果是简单的3件套的话不过特别便宜你像在日本这种物价的话，能吃到这个水平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吃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好的，基本算下来，我在日本的一个饮食差不多就是这些，要不自己做，要不就吃便当要不就是图片这些。好的，我们再对比一下国内的一个幸福生活，直接奢侈一把。看到这里有个蜜雪冰城，咱们二话不说去买一杯喝的。以往在日本出门连瓶水都舍不得买，现在来国内想买啥买啥。因为日本在那个自动售卖机上买一瓶水，它可能也需要6、7块钱，直接好起来了，从这一刻开始，这杯4块钱的蜜雪冰城，它的一个幸福指数已经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你们绝对无法体验到当你出国之后，然后回国的时候，能够喝到4块钱的饮料的那种感觉。在日本东京的这个蜜雪冰城，感觉没有国内的这个蜜雪冰城好喝。这好像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一个人出门买这种奶茶啥的。平时我一个人的话，我基本上就最多买一瓶水，其他的我懒得买如果是有朋友的话，可能会给朋友买一个，然后自己也顺便买一个。但是自己一个人基本上没买过。但是在日本经过这1年多的一个拷打之后，现在感觉对于这些完全不在意了。我发现人还是得会享受，虽然说这也不叫享受，但是我觉得最起码自己和以前的自己相比，就是自己慢慢的开始愿意对自己更好一点了。就是有些时候自己花很多钱也能够看得开，包括偶尔打个的偶尔吃一顿好的或者干啥包括点个外卖啥的，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我都不会觉得像以前那样子会觉得特别心疼了。像思想上会有个很大的一个进阶，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对于未来非常的充满自信吧。我觉得未来应该能挣大钱，所以说这点小钱就无伤大雅了。好的，第一站是一个湘菜馆第一站和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哥哥碰了个面对面还有我的一个姨妈，因为特别想念家乡菜，所以说第一站就选择了湘菜馆。好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湖南的菜系是不是看着非常的好吃在日本剪不起头发，然后咱们现在还回国内把这个头发给它剪一下，看一下剪之前和剪之后的一个对比效果图头发还是有点长了，后面特别长。我本来还想记录一下，但是这个不太好那个吧？不好看是吧？对。那你个人是喜欢短一点，是不是？
你看我这种脸型适合怎么修？就不适合点太少，我觉得。太少的话会显得头很大，或者是。好的，现在是那个剪完后的一个效果。对，看这个，他稍微弄了一下，然后帮忙把这头发给他吹了一下，然后喷了一点那个发胶啊。大家感觉这个最终一个效果怎么样？确实看着人会精神很多，就头发变短了一点点。3个人一共只花了110多，真的超级便宜感觉。就我那个剪头发，我估计应该是60块钱，然后我妈妈和我阿姨应该是花了50块钱洗头发，就很便宜，真的超级便宜。第二站必须是烧烤呀！我最怀念的，第一是湘菜，第二怀念的那就是烧烤了。在日本你是基本上吃不到国内那种烧烤的，他们这边都是那种烧鸟串，哎，感觉好难吃啊，真的差太远了，根本就比不了一点啊，太想念了。你看这色香味俱全的高科技产品啊，太有食欲了。这个是我和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发小一起在湘菜馆吃的，因为是正餐，所以说就简单的点了2个菜，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太久没吃了，感觉异常的好吃啊。平时会一起玩会游戏啊等等。前2天的话，主要就是陪我哥还有我的发小。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片段，就是我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家长和这个卖气球的人发生了一个争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树上挂了好多气球，然后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那个小孩要买气球嘛，然后那个卖气球的人把绳子给那个小孩拿着了一下，然后那个小孩子松手了，然后那个气球就全飘走了，飘到那个树上了。然后他们就在数那个有多少个气球，因为需要理赔嘛。现在他们吵得更激烈了，他们争吵的点是，他们一个人数那个气球23个，一个人数那个气球是28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一共有多少个气球，大家可以数一下。我估计应该是23到28之间吧。对于老板来说，老板数了28个，然后那个顾客数的是23个。哎，这个就是平常那些底层人民的一些琐碎的日常吧。我他妈等了好久啊！我操，在那里数气球。现在碰面的是我的高中同学啊，我们去吃的还是烧烤啊，加上那个生蚝，还挺好吃的。本次先吃。紧接着去找了小学同学玩。啊，和一个10多年没有碰面的那个小学同学啊碰了个面，因为小时候玩的挺好的啊，有好几个啊，我这一次去找了好几个小学同学玩啊，我们一起去吃了那个浏阳蒸菜啊，就是那种小碗的那种。好的，下一站是和另一个小学同学碰面，感觉小时候和这个同学接触是最多的，然后大学偶尔也有联系一下啊，去找他玩过。啊，在我印象中，小时候他好像比现在更内向一点，然后现在的话，感觉他的思想、思维啥的就非常领先啊。就是他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就各种折腾啊，什么兼职都做，什么都体验过。然后毕业之后一直在从事这个服装相关的一些行业。通过他的经验，后面他就离职了，就是自己创业嘛。然后中间创业也有过失败，也有过盈利，但是他的想法是不管怎么样，再也不可能打工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要自己创业，自己给自己打工。可能有过创业经验的人，体会过给自己打工之后都不太想给别人打工了吧？我感觉是这样。然后之前他在做海外拼多多那种电商相关的，但是中途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东西发不出去嘛。所以说就创业失败嘛，上一次是创业失败，赔了20-30万左右吧。现在他还是没有放弃，他现在在搞那个服装相关的一些生意就是雇佣了一些人，然后批量的给别人设计衣服、生产衣服这样子。一个月也能挣不少，比普通的打工人还是要强很多的。他平时没什么事情干，就每天玩乐他只需要管好下面的人就行了。最近刚从电商转回这个服装制造，一个月也能够挣个3-4万块钱差不多，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了。
算起来我们是差不多同龄，然后人家自己创业的话能达到这个薪资像我们这些人的话，如果是打工的话，肯定最多就是1万接近2万接近2万已经算是那种985、211的那种实力了，就是大厂的那种了，基本上都是1万左右吧可能1万以下的人也有很多吧。现在慢慢和他接触多了，会感觉思想有很多地方比较共鸣吧，三观也比较一致吧。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欣赏他的是什么？他说如果我很想和一个人玩那么我会去尽可能的去把他带到和我同样水平的一个程度，而不是我会刻意的用经济去扶持他，我会去带他，就是教他怎么去挣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格局太大了，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太一样。因为我印象中一般那种做生意的人都会有一点点利益化比较重，可能帮别人的同时也会考虑给自己带来的一个回报。但是他讲的那一句话就让我感觉到瞬间格局打开了，你知道吗？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平时如果说我要和某一个人出去玩但是我平时的收入比较高，然后我想要花费高一点的一些场合去玩或者是说我吃一顿饭可能这个特别贵但是你不可能总是每一顿都是我去请客，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礼尚往来有些时候你也会有压力所以说经济上的压力，那么你挣不到钱，我可以去给你一些办法，我可以去带你教你怎么挣钱当你的收入也是接近于我了，或者是说你的收入完全能够支付这些平时我玩的一些场合，或者是说我玩的一些活动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挺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继续一起玩，对吧？这个真的是感觉眼前一亮。然后我们买了很多街头小吃，回到我住的酒店一起吃一共只花了150多块钱吧这么多的量，如果是在日本的话，最起码得400块钱以上了，我感觉哇，真的，现在剪视频给我馋哭了。今天在朋友这边住酒店，然后最近这边好像有个什么展会还是干嘛的，结果晚上一天竟然要300多人民币，哇，好贵啊！大出血，真的只有你出完国之后，你才会觉得这个，在国内是有多么的幸福所以说，有些人总觉得，出国好干啥干啥的，但是当你真的在国外待过，你会觉得，如果按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话，那肯定是在国内特别幸福的。和朋友一起又在湘菜馆吃了一顿，然后我们一般吃完饭会去打一下台球上个网。或者是说去泡个脚泡脚就是那种正规的，可能给你按一下脚，按一下肩膀。因为我经常在电脑前久坐嘛，不管是剪视频也好，还有就是我平时用电脑的频率会非常高所以说经常腰酸背痛那么别人帮你按完之后，确实会轻松非常多，还是挺不错的。这个是一起吃了一个猪肚鸡，感觉和那个火锅没什么区别我感觉。也是自己调一下配料，然后蘸着吃这样子。然后又是找高中的同学一起吃个饭这个同学认识了非常久了，算是读书时候唯一的异性朋友吧，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我的异性圈子很窄，就是和大家都相处的还行，但是算不上要好吧。然后这个朋友算是当时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朋友了。我在大学谈恋爱的时候，唯一还有保持联系的一个异性朋友吧，就是每年逢年过节他会给我发个消息，然后我们会互相回复一下其他的倒是没有了。在我分手之后，可能联系会多了一点点就是每次过年或者是说那种长假、那种国庆假可能一起吃个饭一起聊聊天这样子。然后他一般会叫一个朋友一起出来，他认识的朋友感觉还蛮多的，可能性格比较好相处吧，所以说人缘比较好。紧接着就是去见一下大学同学，我们是一起去路边买了点羊肉串，然后买了点这个生蚝一起当做夜宵吃一下，准备在他这边挤一下住一天，然后第二天去和另外一个大学同学一起碰面，然后请他们吃个饭这样子。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些经历非常的奇妙首先今天来广州这边玩，然后
到了那个本来要从广州去那个深圳的时候，到那个广州东站，发现那个最后一趟车没了，就急忙的去看其他地方去深圳的票，然后到了那个广州南，然后发现广州南那个时间最后一趟车就非常的赶，然后就去坐那个出租车坐出租车的时候，那个司机说可能应该是赶不上了，结果我就说那就尽可能吧，没关系，如果实在赶不上，可能在广州这边住了。结果那个师傅就联系他的朋友就抄了一条近道，结果就赶上了，哇，然后赶上了。这个还不算特别奇妙赶上之后，然后我从深圳东下车之后，我去坐地铁，保安人员说你是要去哪里？我说去某一个地方，然后他说赶快，现在是最后一趟车了。结果地铁也赶上了最后一趟车，今天就非常的那啥，就感觉好多东西都运气特别好。然后我现在感觉自己的心态也特别好吧，就怎么说呢？就遇到什么事情，我感觉好像都就是最坏的结果也完全能承受。从我在东京回国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感觉到这种奇妙的那种心态变化了。当时我不是那个赶飞机也有一点赶不上了嘛，然后我当时也是这种心态，我就觉得实在不行，那就算了，就尽全力去补救如果实在是补救不了，那就拉倒该干嘛干嘛。我现在就抱着这种心态，我感觉真的现在就是自己的状态就会特别好，哪怕真的发生了什么非常难受的事情，放在现在的我来看，我也觉得不是特别难受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的心态真的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吧。讲到这里，实际上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糟心的事，最近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也就是之前23号左右，当时不是因为有水友找我代购嘛，然后我当时不知道，然后被骗了，结果他往我这个银行卡里面转了一笔赃款，然后当时我的银行卡就被冻结了找警察已经解封了一次，结果最近又被长沙反诈 APP 那边直接又给我冻结了。冻结我的银行卡实际上是小事，因为我实际上之前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我就把里面大部分钱给转出去了，转到我别的银行卡上面了。我没想到的是什么？他把我的支付宝也给冻结了，哇，我真服了。就是因为我那张银行卡导致我的那个支付宝也被就是查询到有那种异常的那种情况，然后我支付宝也被冻结了我预防到了这个银行卡，我没有预防到支付宝这一个情况，然后我现在支付宝里面的钱也用不了，就是你能往里面存钱，但你不能往外面取钱，哇，真的夸张，直接给我整不会了。要说不难受肯定是假的毕竟里面有钱，但是用不了，然后影响到我平时的生活了不过暂时也没有影响到生存问题我其他银行卡里面的钱还能够正常使用，主要是支付宝不能用比较麻烦已经联系那个警方提供那个材料给反诈 APP 那边了，然后就等反诈 APP 那边联系招商银行的总行给我解封了。我还不确定是否需要我本人亲自跑国内一趟，如果要跑国内一趟确实挺麻烦的，但是也没辙了，真没招了如果真的是遇到那种情况的话，那我可能后面差不多1个月2个月后我还得跑国内一趟，有点无语不过这个东西还是刚刚那句话，尽人事看天命没招没招了，老铁。请他们吃了一个潮汕火锅，然后我们一起吃完饭之后在草坪上躺了一会儿，然后一边聊天一边回想到当时读大学的时候一些场景，哇，真的想到了好多美好的回忆当时的一些班级聚会一些团建然后还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啥的都回想起来了，还有当时我过生日请他们吃饭的场景，我现在还历历在目呢，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好的，广东之旅已经结束了，从广州到深圳，然后从深圳现在回湖南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场景就是我和我爸爸和我妈妈一起吃饭的一个场景我们一起在外面吃点点心。实际上平时我爸爸特别忙，然后妈妈的话平时不怎么工作她一般在家里照顾我和我哥现在的话她也没什么事情做她一般在家里就是养养生啥的所以说我妈妈会比我爸爸显得年轻很多，可能我爸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吧，因为他每天工作就走不开，实际上现在每天一起吃饭的一个机会都并不是特别多，偶尔能够抽个时间一起去吃个饭啥的，但是还是非常怀念的。有些时候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我做梦的时候还梦到了一些场景，就是我爸跟我说一起去吃点好吃的，带你去吃烧烤
反正我现在还历历在目，真的是梦到过这种场景啊。虽然说我不是特别恋家的那种人，但是不代表着我没有孝心啊。我每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爸总想着给我买一堆好吃的，所以说我在家的一个幸福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因为我妈又不工作，然后在家里帮忙做饭，每天会给孩子做饭啥的，就啥也不用干。然后我爸也是，对自己的孩子就是什么要求一般都会答应，就真的特别美好啊！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是一样，每次放假我爸会带我去买很多吃的啥的，真的我的童年还是非常快乐的，我感觉。这次回去也是一样，我爸给我买了好多水果给我买了好多吃的。我妈就说你哪里来的这些钱啊？因为我爸近几年工作的钱全部上交给我妈去保管了，所以说我妈就问他你这些钱哪里来的？我爸就跟他说最近这一个月没有老实的把这个钱上交，但是这些钱花出去的地方都可以如实告诉他，然后给他简单讲了一下。也是非常有意思，给我转了1000块钱，他特别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给我转了1000块钱，然后又买零食啥的。反正我爸也是和我哥是类似的人，就是有钱了就会花得很厉害，没钱的话，就会慢慢的节省，就是那种特别大方、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的人。接下来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妈给我做的第一顿饭。一般孩子在家里的话，他们都会大鱼大肉的去做一般都是一些鱼排骨还有什么鸡肉牛肉等等，一般都是这些因为我们可能比较爱吃肉嘛。本来想着学一下我妈做菜，结果每天起来有一点点小晚。还有就是我妈炒的菜大家发现没有很多食材。我感觉在日本真的你有工作，你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忙的话，你很难有时间准备的这么周细。我感觉好难啊。不过没关系反正这个东西只要你自己感兴趣未来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的去学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对这个东西很排斥那这个就不行了。只要你不排斥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慢慢的去学。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后面的话可以自己慢慢一点点做，一点点的学，对吧？那个时候是进步最快的。我妈现在在做的是那个炒鸡肉她教我炒鸡肉怎么炒。带大家看一下我大学的这个校园。今天来大学这边找朋友一起吃个饭，大学同学一起聚个会，这个就是我的大学了。我带大家去里面逛一下吧，走。第一次体验这种旁边有那个博主一边拍 vlog 一边那种感觉吧。这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标志性建筑，叫做电院楼。想当年我们在这边读书的时候，从宿舍起来要去教室里面上课，走路有些时候得走15分钟。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操场，学校的操场，还是挺怀念的。现在他们也是最近开始慢慢的放假吗？放寒假？是的。你们算放早的还是算放的晚？校历规定的时间是1月24号。难怪现在也不算特别多人。现在留校的一般都是一些研究生、博士生，有一些科研任务教职工这个办公楼。平时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在这个里面，办公室在这里面。看一下我们学校的那个体育馆，就是那个圆筒状的那个，这个是 B 馆，还有个 A 馆。A 馆在很远的地方。之前那个上那个啥课去了，反正我之前上这个教室的时候经常逃课。我操！这就叫博学逆行，守正拓新Hello。想当年我大2的时候，在这个学校里面食堂里面兼职，然后每天早上5点50左右就得起床去食堂帮那个包子阿姨卖包子。我在大2下册开始就没有向家里要生活费了，然后就是靠这个兼职攒点这个钱因为学校那个食堂兼职它是包那个早餐的，然后中餐的话最开始是在那里打菜，后面变成了那个留样。留样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食堂它要检查那个食品安全，然后需要每一个档口它需要留一些样品，如果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就去找那些样品去做检测，就避免这种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然后当时
中午和下午就在那里留样品，早上就卖包子，所以说我一天3餐都是免费吃的，想去哪个档口吃就去哪个档口吃。我感觉这个学校的伙食味道还是挺好的，反正我感觉还可以啊。然后当时大2开始就没向家里要钱了嘛，然后每个月差不多工资发下来有个600-700块钱吧。大学当时还谈了一段恋爱，是高3的同桌。哦哟，是他在长沙吗？当时谈了4年，然后就分了，还挺可惜的。还挺可惜的。感觉大学最可惜的事情是玩也没玩好，然后我学也没学好。这有什么？大部分大学都是这样的。不要在网上看那些很多人说啊，大学需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或者说是吧，总要说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种其实大家怎么很多东西不是说必须需要的是吧？只要在大学里面过得开心、身体健康，我觉得就感觉已经足够了。最重要把毕业证要拿到手，不能说毕不了业嘛。那肯定，那肯定。对。不过感觉那个时候还是挺单纯啊，那个时候谈恋爱还是挺舒服的。学生时代感觉谈恋爱就很单纯。对。我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是可能周末的时候，然后坐公交车去找女朋友，坐公交车还挺远的，他们是在那个长沙县，得坐1个小时40分钟左右。然后我有些时候也有一点点晕车，还挺烦的。然后每可能2周去一次吧，一起去公园散散步，玩一玩，然后去他那边学校那边，有小吃街，然后去买点小吃啥的，可能这样的，就很单纯的那种恋爱。但是感觉现在出了社会之后，慢慢的谈恋爱就很费钱了，真的很费钱。是的。之前我们上那个高数，就一直是在这一栋楼上课，每一次从那个宿舍起来，然后跑到这边要10多分钟，太折磨了。食堂中还是南五那边的食堂好吃，现在一点都不好吃，现在一坨啊。现在是整个学校的所有食堂都被外面的公司，一个公司吧，应该是一个公司承包了，全都承包了。然后他们那个餐就感觉全部变成一个公司的，就没有竞争了，就是风格也差不多了。东岳食堂比之前要好一点了，因为都是统一的。你看现在有瑞幸咖啡了。以前18年的时候，我记得在我们学校还可以吃到那个意大利面，还有牛排，还有那个麻辣香锅，现在全没了。那楼下那一条街呢？那条街还在，还有一个老操场，你记得吧？记得。就是下面，我以前的本科的时候的宿舍就在老操场。我记得以前在这里排队那个校医院。校医院。之前在校医院做针灸、做拔罐，对，现在还可以做，但是我已经不是学校的那个了，没有优惠卡了，不能优惠了，可能得原价。学校40块钱一次还是30块钱？对，40块钱一次，好便宜。优惠之前要110还是120？哇，老操场一直没翻新啊！之前在这边好像也上过体育课，我记得。是的，上过。当时上课我们走这条路，对，是经常走这边近一点嘛，走这个小路。是的。高速啥的往这边要通过去。拍那个大学毕业照不在这里吗？对，我们当时欢迎新同学入校，但是这里那么小，里面有挺大的。因为我当时后面才知道这条路以前是一堵墙嘛，是2个学校嘛。后面你再想一下，你们学校为什么有2个操场？那肯定是有关联的，是吧？他说在长沙市的南区有2所高校，长沙交通学校和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校。哇，你这个视力真牛逼啊！这么暗你看得清啊？然后2校只有1墙之隔。由于2所学校性质不一样，在长沙交通学院的男生大量过剩，而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的女生相对多一点，学生们称之为幸福之路，就是这条路。2个学校原来是因为一个学校男生多，一个学校女生多，所以最后从一个小口变成了一个大口，最后给它拆了。现在是一个洞，然后变成一个门了，然后彻底把这个墙给拆了。太狠了。那下面不是有个死亡楼梯吗？还记得不？好长的那条楼梯，那个很陡的，对，走去看一下。以前下午的时候就是那个死亡楼梯。哇，这里有雪啊，感觉有点危险，我感觉。慢慢走吧，慢慢走啊，看清楚点。好。哎，还好，不是特别滑。这就是我之前住的这个楼了，就不上去了吧？不上去了，没必要。没必要，因为现在换了人了，是吧？是吧？没错，现在摄像头正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南苑食堂了。以前我就在这食堂里面这个兼职，每天早上在这里1楼卖包子，然后包子铺是不是在这个？对，从这里进去。现在还在。
去负一楼看一下。这负一楼是我们这个南苑这边的一个小食街，特别回忆啊！经常来这里吃那个炒菜，我苏辉、乐乐3个人，笑死了，那个真离谱。大爷大妈也是在，哇，是那个大爷大妈。后面这边扩建了，有这个奶茶啥的。哇，现在还开着呢，现在还没关门。因为现在还有学生在嘛。哇，挺好的。这个就是这个小吃，现在这边有一些可能已经搬走了。这几家还是挺好吃，但是一直在开啊。这里还有一个那个烤肉饭。对，烤肉饭还在。烤肉饭18年吃到现在。哦，哦，这个炒菜啊，这个，还是原来的老板。对，就是他家嘛。还有螺蛳粉也在。螺蛳粉。那烤肉饭就在。扩大了感觉。我记得这边不是煎饼果子吗？还在开吗？还开。哇靠！煎饼果子，这变成一个炸串的了，这变成烧烤了。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来不及，就在这里买个煎饼果子吃。7块钱。7块钱吃到饱。现在还是7块，没涨。好，现在去找个地方吃饭了。大学所有的回忆都被勾勒了起来。猪手堡。对，猪蹄堡。哎，你好，可以了啊！我给他粉丝先吃第一口。你给他们一个小的，给他们拍了。尝一下。你在 YouTube 上做的怎么样？恰好今天来长沙，然后有水友他也在长沙，约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啥的。实际上已经完全吃不下了，因为今天我和大学同学吃完饭已经9点钟了，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出去吃点夜宵聊聊天啥的。他要还要冰的，我要常温的。常温的锅里吃。还是湖南菜好吃。这个学生都有。但是我发现那边，OK，孜然味。好的，现在是在跟前公司的人事那个姐姐吃个饭。之前在国内公司上班的时候，那个人事的那个姐姐还挺照顾我的，所以现在恰好来长沙，就请她一起吃个饭。我们一起吃了一个牛蛙煲，然后还有半边炸鸡。但是我感觉这一次吃的这个牛蛙煲没有大学时候吃的那么好吃了，我感觉可能是门店不是一家门店吧，但是是这个品牌没有大学时候那种味道了，感觉有一点点可惜啊。好的，接下来又是2个小学同学啊。这一次我们吃的是江西菜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菜里面全是辣椒，人都傻了虽然说我很能吃辣，但是感觉这全是辣椒就有一点点太过分了。小时候有一个5人的小团体，然后当时大家都玩得特别好，5个人里面我是成绩最差的，太尴尬了。然后5人里面有3个人成绩特别好，当时在班上一直是前几，就是第1、第2、第3的那种实力，就是年级可能也是前几的那种水平。一直到了读大学，他们成绩都挺好的，就是高考毕业之后的分数都可以上那种985、211，估计是，就一直很羡慕他们，就是成绩那么好。不过今天和这个小学同学吃饭的时候，他跟我们讲，实际上是有读书天赋的，但是他不怎么努力，就是平时就上课听一下，然后下课的时候，还有放假的时候就不怎么管。如果说他把自己的天赋利用起来的话，我估计应该会非常厉害。不过可能上帝就是故意这样子给你开了一扇门，然后给你关了一扇窗，这样子。接着就是在老家休息了1周吧。每天就和一些发小每天去外面玩一下，然后可能去网吧上一下网，吃一下烧烤等等基本上就是这么愉快的度过了最后的1个礼拜吧。回日本的当天28号左右当时坐飞机去上海，然后和那个前公司的领导一起碰了个面，然后和他们一起吃了个饭，也是非常怀念之前在国内上班的场景当时上班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那种
觉得上下级非常分明，有一点点不太敢和领导讲话的那种感觉。但是慢慢的离职之后啊，包括在日本这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自己也更加自信了很多吧。慢慢的就感觉好像前领导就变得没有那么的遥不可及了，就是可以像朋友一样去相处，然后平时讲话或者聊天啥的，我还是像个学生一样，当时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然后有什么事情就找领导去汇报，然后领导就一般还算比较照顾。然后我不是离职了嘛，来到了日本他有些时候来日本旅游还刻意去请我吃饭，然后来找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啊。今天刚到羽田机场，然后现在是凌晨1点钟左右，差不多是12点半左右到的羽田机场。我想这应该会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买这种非常阴间的那种时间段，因为当时也是为了省钱吧。实际上为了省钱，之前买机票感觉浪费了好多时间啊，就是回国的时候买的也是那种比较阴间的那种时间段，然后回日本也是买的那种比较阴间的那种时间段。就是你到了这边之后，他12点半他就没有车，然后就没办法回家，要一直等到早上的5点钟左右。实际上挺不划算的，说实话。不过这个考虑经济问题当时也就是为了省点钱吧，但是以后工作了的话，就基本上不会差这一点点钱了。所以说，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买这种比较阴间的时间段嘛。然后现在在这里等车，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机场有很多人都在等这个早上的5点多钟的一个车。从12号回国到现在28号时间过得真快啊，一下子就过去了16天。快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而迅速，还是在国内幸福，真的差太远了。在国内就想着玩不过没办法在这种安逸的环境里面待太久，如果待太久的话，真的人会堕落的。所以说实际上我完全能够再多待一段时间，但是不太敢，感觉人真的会废掉。就想着早点回日本吧，再进入正轨，哪怕是没有工作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学学日语也好，做做自媒体也好研究研究其他的东西也好，反正在国内的话就太安逸了就只想着玩。可能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我家里特别的温馨，然后我父母的话就不会给自己孩子压力，在家里的话就父母特别溺爱，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那种，就会特别幸福的那种，就很懒散，然后每天熬夜啥的，父母也不会去说我家里是那种放养式的，大概我感觉从初中开始就从来没骂过我们了，就是想干啥干啥，就父母都是全力支持的那种。在家里还是太幸福了。我爸爸总是跟我讲说，你看在国内多幸福多舒服为什么要去国外？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一直都强调，我对日本没有特殊的一个情怀，就是特别喜欢日本啥的，完全没有我来国外实际上也就是想要用这个新的环境去推动自己进步，给自己点压力吧。确实在家里真的是太幸福了，所以说完全没有动力，啥也不想干，就想着天天玩，每天处于战斗状态。这段时间很久没给大家更新视频了，现在就苦苦的去更新视频这期视频可能会有点长，大家耐心观看吧。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非常抱歉因为这么长时间没更新了。好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